今年真的熱到有點誇張了，就是这种掛在身上的，号称可以帮助你降温的产品呢，也突然全部都红起来了。像我手上的这个就是 Dyson 的一个随身小风扇嘛，名字叫做 Hashjet Mini Cool， 然後呢大概是$100一個，在美國這邊，彭博社呢甚至把它寫成了紐約通勤族的一個地位的象徵了。其實不光是美國這邊缺貨了，我聽說在台灣啊，還有新加坡呀，就是都賣的很容易就缺貨了。然後呢，在台灣好像被黃牛已經炒到了5000台幣一個了。那我在美國這邊找了一輪，剛好在 Best Buy 呢店裡就搶到了最後一台。還有一個東西呢，它不是一般的風扇，是這個 Sony 啊，它推出的一個隨身的冷氣吧，名字叫做 Rayon Pocket Pro Plus。那這個呢就更麻煩了，美國這邊呢就只有 Sony 的官網有賣，然後基本上呢也是一上架呢就被賣光了。那我最後呢是從eBay 那邊找到的是日本的一個代購，連運費呢一共花了$300多吧，那比官方原本那個$260的定價呢又貴多少？那以前是我們搶顯卡，然後現在是搶記憶體，那最近連這個天氣熱到連風扇和這種制冷裝置呢都要開始搶了。那這個問題呢就要來了，一個是風扇，一個是隨身冷氣，價格呢也差了將近3倍了。那到底哪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度過這個炎熱的夏天呢？那今天呀，我就不賣關子了，我就直接給你答案。如果你問我會推薦哪一個的話呢，我可能會推薦你直接去買這個 Dyson 的風扇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問我，如果這兩個我都試完之後，我會留下哪一台的話呢，那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這個 Sony。不過在講為什麼之前呢，我先講清楚一點，就是這兩台呢都沒有辦法就是真的幫助你的身體降溫，它只是讓你感覺上是比較涼快。先說 Dyson 吧，它基本上呢它就是一個普通的風扇嘛，它沒有辦法製造冷空氣，主要呢就是靠吹風，然後呢加速你臉上呀身上這個汗水的蒸發，讓你感覺呢稍微舒服一點點。不過它最大的問題呢，就是一旦到了就是那種比較炎熱的夏天，然後又比較悶，空氣中的那個濕度是很高的時候，像是台灣的夏天呀，還有像是前兩天我去的美國佛州這種天氣啊，因為空氣中已經太濕了嘛，超級的潮，所以即便你對着臉就這樣直接吹啊，你臉上這個汗呢蒸發的也是很慢的，所以這個降溫的效果呢下降也是很明顯的。那這個 Sony 這邊呢走的是另一條路，它用的叫做帕爾貼半導體散熱的原理，它就是直接貼在你的後頸這個地方嘛。那這邊呢咱們就不用太糾結它這個原理了，反正我就直接講結果，就是呢它既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熱。那制冷的話呢，你就想象是一塊涼涼的金屬板嘛，就直接貼在你的脖子後邊後頸這個地方，而且呢它不會慢慢變熱，是一直都是很涼的那種感覺。那制熱呢也是一樣，就好比貼了一個暖暖包。那如果你再搭配一個就是叫做 Sensing Kit 的東西呢，它還能夠自己啊根據這個環境的溫度呢去調整溫度。但是不管是風扇還是隨身冷氣啊，這兩個設備啊都沒辦法真正的預防中暑。那 Sony 的美國官方的 FAQ 呢其實寫得很明確了，這個產品呢不能用來預防中暑。那 Dyson 呢就更不用說了，它就是一個一般的風扇嘛。那一旦空氣濕度太高或者本身溫度太高的時候呢，這兩台都沒辦法解暑了。所以說如果天氣太熱的話呢，你該補水還是要補水，然後該吹冷氣還是要吹冷氣。那這兩台呢只是讓你感覺上好像主觀感受比較涼快一些，並沒有辦法真的幫助你的身體來降溫。所以千萬呀不要當成一個什麼解暑神器來用了。那續航呢我就簡單講一下吧。Dyson 呢它最低速大概可以撐到6個小時。那如果你要開就是它的這個轉速更高的話呢，甚至長按開啟 Turbo 模式的話呢，其實不到1個小時就沒電了。它一共有5檔嘛，我自己可能會開到2到3檔的樣子，我覺得這個風量呢就已經可以接受了。偶爾搭配這個 Turbo 模式用一下，大概吧能用個3到4個小時。Sony 官方呢，他講如果你開啟這個智能模式之後呢，大約是15個小時的續航。但是如果你強度開得高一點的話呢，那續航肯定會明顯的縮短嘛。以我覺得比較舒適的方式，大概吧就是充滿電之後呢，帶着外出一整天，這個續航呢基本上是剛好夠用的。我這次呢就剛好把這兩台就帶去了美國的佛州，那邊的天氣啊就是又熱又悶，然後呢超級的潮濕，幾乎每天下午呢都要下雨，就是很像是台灣那邊的天氣了。
Dyson 呢，那在這種天氣呢，你吹過來的風呀，就是環境裡面的這個熱風嘛，那感覺是又熱又黏那種感覺。你說完全沒有幫助嘛？倒也不至於。但說真的呀，這麼熱的天氣又這麼潮濕的話呢，那這個幫助其實就不是太大了。不過呢，它的名字叫做 Hush 呢就是安靜的意思嘛。但是它的這個噪音呀，尤其是開啟 Turbo 模式之後啊，那這個噪音可是一點都不 Hush。好，再說這個 Sony 吧，不管就是在这種炎熱的夏天，不管外面就是溫度再熱，然後再潮濕，那塊冷貼片呢，貼到你的後頸啊，你會馬上就會感覺，有涼哦，就是這種感覺。而且呢，如果你買的是那個有3SYNC-Kit的版本呀，它會自動的偵測環境的溫度和濕度，而且就是戶外的溫度越高的話呢，它制冷強度是越強的。我自己用完覺得呀，就是這個設計好像還是挺厲害的。我想呢，甚至以後在冬天呢，都可以當成一個暖暖包拿出來用了。但 Sony 這台呢，其實也是真的很挑人了，它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它。我也就是把這台呢，就給我太太去測試了一下，結果呢，她的反應和我是差非常多的。我自己戴倒沒有覺得什麼不舒服了，但是她戴了幾個小時之後呢，覺得好像就是喉嚨有點不太舒服，然後頭也感覺有點悶悶的，就是很想把它拿下來，就不想再繼續用了。我也上網查了一下，網絡上呢其實也有其他的使用者呀提過類似的感覺，說是很像那個 brain freeze。就是在大夏天，比如說我們吃冰吃得太快的時候呀，突然会感覺到冰到頭痛，就是類似那種感覺。那這邊呢，我倒不認為是 Sony 這個設計本身有什麼問題。那比較合理的講法呢，就是你想嘛，就在後頸這個地方貼一個就是局部感覺強烈的制冷的一個刺激的話呢，那周圍的這個血管呢就會馬上收縮嘛。然後有的人呢，就可能這邊的就是又感覺比較敏感，所以呢就會感覺不太舒服了。那也說明 Sony 的這一款其實真的是很挑人的，它並不適合所有的人。還有一個就是很實際的提醒了，如果就是下雨的話，像台灣還有美國的佛州呀，這些地方呢，經常就是幾乎每天都有這個午後的雷陣雨。那這兩台呢都是不能淋雨的。你說你出了汗，沾到一點汗水，我覺得還好。但是，一到碰到下雨天，你就趕緊收起來吧，不然你非要強行給它改裝成水冷的話呢，那这個結果呢就可想而知了。OK， 這兩台呢其實都算是有用的，但是價格值不值得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Dyson 呢，它原廠價呢是$99嘛。對於我來說吧，我覺得一個風扇呢，你賣到$99呀，其實是挺貴的。雖然它已經是 Dyson 最便宜的產品了。那如果你把 Dyson 的這個 logo 給它拿掉的話呢，然後呢，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小型風扇。那市面上呀，其實有很多的隨身風扇也能做到類似近似的效果吧。那 Dyson 多出來的這些錢呢，主要就是在賣它的設計，然後做工，還有它的這個品牌嘛。那我認為$99呢，是我可以接受的一個極限的價格了。如果加價到$120，甚至是$150的話呢，我是絕對不會去買的。那 Sony 呢，這個就不太一樣了，官方定價是美國這邊是$260，我自己是找代購花了$300買到的，那已經相當於 Dyson 3倍的價格了。說實話呢，其實真的也是挺貴的。但是它那種就是貼在後頸直接制冷呀，然後冬天又能夠制熱的這種體驗，目前你是比較難找到代替品的。那你想要體驗這種產品呢，你就只能買 Sony 這一台。但 Sony 呢有幾個很明顯的缺點，第一個就是外形是很突兀的嘛，那正式的場合的穿搭，或者是你一些比較優雅的一些穿搭呀，那基本上都没辦法用了。第二個呢，就是它還是重量還是有一點點重的，你掛久了之後呢，是一定可以感覺到它的存在的。而且呢，它也很挑衣服，比如說一些比較寬鬆啊，然后很軟的這些 T-shirt 呀，很容易呢這個主機就往後面墜，然後這個冷片跟皮膚貼合就有問題了。一旦貼不住的時候呢，這個制冷效果呢就大打折扣了嘛。但是呢，如果你穿一個比較硬實一點的衣服，或者呢你背個包剛好把它卡在這邊，那這個制冷效果就好很多。Dyson 這邊呢就使用就很簡單了嘛，你就直接給它打開吹就好了。
如果你需要的話呢，它還有官方附送一个背带，你就这样给它装上去，不用任何的学习成本。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比较好的随身风扇，然后比较看起来做工各方面比较好的话呢，然后操作又简单，續航又夠用，又不想脖子後面嘛，就是頂一大堆東西，那 Dyson 這一款呢，其實我認為它的定位是比較合理的，但前提啊，就是你不要追那個黃牛價了，100美元大概3000多台幣，不到4000台幣吧，你再入手，不值得加價去購買。那 Sony 這邊呢，它就比較挑人了，我會只推薦同時滿足這麼幾個條件的人。第一個呢，就是你願意花300美元，然後去體驗一些新鮮的科技。第二個呢，就是你能夠接受戴起來啊，就是外觀很明顯的這個樣子。那第三個呢，就是你真的會用到制冷加上制熱的這個組合。當然了，還有一個大前提啊，就是你戴起來呢不會感覺不舒服。但是這幾個裡面，只要有一個是你讓你感覺有點猶豫的話呢，那我就不太建議你去購買了。因為300美元的東西，如果買回來覺得不適合，用了2-3次就放在櫃子裡面吃灰的話呢，那個才是真正的浪費錢。所以我才會說呢，如果你問我的話，我會推薦你買 Dyson。但是如果讓我選的話呢，我會留下這個 Sony，因為我覺得這個體驗真的是蠻特別的。不過最近呢，因為現在到處都在缺貨嘛，大家都在搶。如果搶不到的話呢，我就建議你吧，你去先買一個普通的手持的制冷風扇，先試試看，就是這類裝置吧，到底對你有沒有幫助。如果有幫助的話呢，你再慢慢等這個 Dyson 補貨或者恢復原價。如果你花到5000台幣去買一個風扇，那最涼的地方呀，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錢包了。哦，對了，最後我還是想吐槽一下這兩台的這個造型吧。Sony 呢，看起來呀，這個戴起來感覺很像一個外骨骼，就好像有點像Cyberpunk 2077裡面出來那種生化人，有沒有？Dyson 這邊呢，它就更誇張了。你看呢，它就是一個粉紅色的，我選的是一個粉紅色的顏色嘛。然後我第一次從盒子裡拿出來的時候呀，就握在手上，然後就總覺得哪裡好像怪怪的，尤其是這個顏色加上這個形狀和尺寸。算了，咱們是一個科技頻道，還是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吧。